程式设计的3大基本结构。那前面我们已经大概提到程式设计的3大基本结构，或者是处理程序包括所谓的循序、选择、重复。那我们依序对这里稍微再做一下复习循序处理的话，就类似我们一般所讲的一步一脚印，它是一步骤一步骤循序的来执行。那选择处理的话，基本上它就类似像我们站在路口一样，你要选择向左走或者是向右走，只能选择一个方向来行进。那重复处理的话，它有点类似像周而复始，一直在做重复的事情。比如说我要运动，操场要走10圈，今天被老师罚写功课，我要作业抄10遍，它有一个重复性质在做一样的动作。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循序、选择、重复，它们真正的原理是什么，以及它们的背后运作形式。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循序处理。循序处理基本上就是在我们的程式设计过程中，程式指令按照在程式码中的顺序依序的来执行。那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明，就是它会有一个类似按照清单或者是步骤表依序的一步一步的来操作，或者是一步一步来执行。那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循序的处理，比如说依照清单来购买物品，就是照顺序来买。就像一样，妈妈或者是我要去采买我的生活必需品的时候，那我可能先列一个清单，然后呢按照清单上面的顺序一个一个的来执行。或者是我们刚刚所前面讲的计算 BMI 的值为什么计算 BMI 值也是一个循序处理呢？首先你要输入资料， BMI 的计算，再做资料的输出。好，那我们看一下如果依照清单来购买物品的时候，那我们的重点就是照顺序。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商店或者是购物中心买我的生活必需品，我们首先列了一个清单，所以呢我写了1买泡面，2买洋芋片，3买汽水，4买水果，5买牛奶。那我在购物的时候，我就照买泡面、洋芋片、汽水、水果、牛奶的顺序，一一的去把这些物品依序的找出来。所以呢在我们的循序设计的时候它有一个步骤1、步骤2、步骤3，就是你每一个执行的步骤是一个固定的顺序，所以只要照这个步骤来执行，你的程式就可以执行完成所要设定的目标。那通常我们在做循序处理的时候，有一个地方还需要做一个小注意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换了一个方式，买洋芋片、买水果、买泡面、买牛奶、买汽水，你可以发现他们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们的顺序不太一样，但是他们的结果，最后的结果到第5步骤的时候，一样买了五样的东西，而且都是一样的内容。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的循序处理如果步骤1跟步骤2彼此没有关联性或者是顺序性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对调的再来处理，这样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程式设计的循序处理的部分所以这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程式的执行不是只有一个固定的过程，它也有时候也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调整一下的目的是，除了我们的思考不太一样之外，或者是让它调整，让它比较有一个照它的你的一个逻辑的顺序来执行。所以如果是这种所谓的循序处理，你只要照顺序，或者是它们顺序之间没有先后关系，那你可以对调是没有关系的。那但是呢以 BMI 的值的计算的步骤我们相信大概可以做这4个部分嘛第一个是输入你的体重，第二个是输入你的身高，第3个在计算 BMI 的值。那我们可以透过前面一直在重复讲的 W 除以 H 的平方来计算出我们的 BMI 值。那接下来再做 BMI 值的输出。但是呢我们这是一个循序的处理如果我们把它的过程稍微调整一下，比如说我把输入的身高跟输入的体重对调一下，你可以发现基本上也不会影响到 BMI 的计算。为什么呢？因为身高的输入跟体重的输入，它先后关系是不会影响到 BMI 值的一个计算因为 BMI 值的计算需要先输入身高跟体重，所以呢1、2、3 1、2先后顺序对调没关系，但是3它必须在1、2之前来执行。所以呢假设我们把我们的程式设计的过程改了虽然它也是一个循序的处理，计算 BMI， 然后呢再输入身高，再输入体重，再输入 BMI 的值，那这样的执行过程就会出错。为什么？因为你的 BMI 的值永远算出来是错的，你没有输入正确的身高跟体重。
所以在循序处理的时候啊，虽然它是一步一步的执行，但是我们要考量的是什么？它执行的过程中是不是有所谓的先后顺序，或者是没有先后顺序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再来稍微做一下复习哈。我们的循序处理基本上就是程式指令依照顺序依次的来执行它。那循序处理的内的一个处理步骤，那部分指令可以先后秩序的对调，但它不会影响到指令的执行顺序。就刚刚我们所举例的采买生活的一个物品一样，不管先买牛奶或者是先买泡面，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采买的一个所要买的东西。但是呢，有些部分指令先后顺序绝对不可以调动，因为它会执行影响的结果。比如说 BMI 的数值的计算，你一定要先输入身高跟体重。那如果你没有输入身高跟体重，很有可能你算出来的结果永远都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变数它也会有一个预设值，你们给它输入，它也会有一个预设值，预设值会影响到你的计算的一个结果。那这是我们的循序处理的部分。那我们来看程式设计三大基本结构的第二个部分，选择的处理。那选择的处理啊，基本上我们的程式指令会依照流程来判断，就是依照我们的程式的执行流程，会依照我们的判断条件的结果来执行不同的方向。那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可以让程式依据不同的状况条件下来执行不同的指令，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程式的执行更加的灵活，而且有更多重的功能。我们举个例子，在我们的生活上啊，常常看到的，依照今天的天气状况或者是天气预报来选择戴遮阳帽或者是戴雨具。比如说现在外面可能天气预报会下雨，那我要出门我就选择戴雨具。那如果天气预报跟我讲今天会出太阳，那我就选择戴遮阳帽来遮阳。另外一个，我们的 BMI 除了数值之外啊，有时候我们会让使用者或者是计算那个 BMI 体位量测人更了解他的体位的状况，会有显示 BMI 体位。通常比如说体重过轻啊、健康体位啊、健康体重啊，或者是体重过重这样的一个形式。那我们就要依照 BMI 值来判断你是属于哪一种的体位，那这就是所谓的选择。好，那我们以生活刚刚所讲的生活状况来戴遮阳帽或雨具的部分来看一下哦。我们以天气预报当做一个判断的依据，如果天气预报显示会下雨，那你看哦，这里我们有一个条件，天气预报它是个预报的结果，如果预报的结果是会下雨，那如果天气预报结果是显示会下雨，那则带雨具。那我们后面可以看到一下，我写一个条件成立，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天气预报显示会下雨，那我则带雨具。那不成立的话，就是否则戴遮阳帽。所以呢，在我们的选择处理的话，通常会用这样的一个口语来说，如果则否则的一个判断式或者是一个条件式来判断说，我们的条件是什么？我们的成立条件会执行什么？不成立的条件会执行什么？所以呢，这很清楚嘛。如果天气预报显示会下雨，那则戴雨具，否则的话就是戴遮阳帽。那同样的，如果你今天有超过100块，比如说我今天的午餐经费，午餐的费用是超过100块，那我可以吃比较好的，比如说吃那个100元以上的便当，否则的话就吃80元以下的便当。那这样也是一种条件的一个判断。那甚至呢，我们的成绩的及格也是一样，60分会用及格，59分以下，60分以下，59分以下就会用所谓的不及格的方式来表示。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刚刚所讲的依照 BMI 的值来显示我们的 BMI 体位。那 BMI 的体位的范围啊，我们可以看一下BMI 的值有 18.5， 它就会说体重过轻啊，那会给你一些建议的事项。所以呢，我们可以依照我们量测出来的 BMI 值，给使用者是一个资讯，文字的资讯，像体重过轻啊、健康体重、体重过重或者是肥胖这样的形式。但是我们是要判断我们的 BMI 的值，所以判断 BMI 值基本上也是一个条件的处理，选择的处理。好，那我们把刚刚所看到的 BMI 值的显示画成这样的形式。如果 BMI 值小于 18.5， 则 BMI 体位为体重过轻。所以使用者看到它并不是一个 18.5 的数值而是一个体重过轻的一个资讯。好，所以呢，如果你要把数值换成体重，那可以用选择的方式来处理。那否则 BMI 体位不为体重过轻。
但是通常我们不太会显示不为体重过轻嘛，希望给使用者更明确的一个体位的资讯，所以呢，我们可以进一步，你看哦，第一层的否则下面就多了一个，如果 BMI 的值小于24，则 BMI 体位为健康体重，否则 BMI 体位为体重过重以上。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如果则否则如果则否则的一个排列组合来做各种的 BMI 体位的判断。那这种的体位的处理就是所谓的槽状式的那个什么条件处理或者是选择处理。好，那我们来对一个选择处理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哈。那选择处理就刚刚前面所讲的嘛，程式指令是按照条件判断来进行选择的，所以呢，常见的选择处理有所谓的 if then， 那它只有成立的部分，没有不成立的部分，所以呢，条件成立它会多执行成立的部分的程式码。那另外一个是 if then else， 条件成立会执行 then 的部分，如果不成立的话，它会执行 else 的部分，它会变成是2选1。甚至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if 用槽状式的 if then else 多重的组合来做一个处理。